播中的玫瑰告白，鱼龙宫开始爱杨咩咩，从高冷男神到宠妻狂魔，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？冰山男神的神秘出场。在娱乐圈，有一个名字曾被无数人视为不可触碰的存在，鱼龙。他的出道并不张扬，但那张英俊的脸、冷峻的气质、沉默寡言的姿态，让他在一夜之间成为高冷男神的代名词。没有绯闻，没有炒作，连社交平台的动态也寥寥无几。他走在街上，戴着帽子口罩，身上永远是一身黑，像一道看不清的剪影，却又让人无法忽视。媒体称他为最难采访的艺人，粉丝们甚至开玩笑说他不是明星，是活在云端的冰山。可谁也没想到，这座冰山终究会被阳光融化，而那束阳光名叫杨咩咩。他像阳光一样闯进他的世界。杨咩咩一听名字就带着一种喜感，现实中的他也是个自带笑点的小太阳。他活泼外向，爱吃爱笑，直播中经常语出惊人，完全没有偶像包袱，表情包一抓就是一答。相比于龙的零表情管理，他简直像另一个世界的人。两人的第一次正面交锋是在一次品牌联名的直播中。那一场直播如今已经成为名场面，杨咩咩不小心把整盘辣椒撒进了火锅，还一边擦眼泪一边大喊：我辣瞎了，不负责啊！全场哄笑，而鱼龙这个从来不动声色的冰山竟然轻声说小心别烫，并端起那碗地狱辣锅轻轻地搅了搅。那一刻弹幕爆了，等等，鱼龙他竟然开口了。冰山裂了一道缝，光从那里照了进来。男神的转变，宠妻狂魔的上线。自那之后，鱼龙的直播频率突然提高，观众惊奇地发现他怎么老是刚好出现在杨咩咩的直播里。他做饭他就来蹭饭，他说冷他就递上外套。有一次直播，他吃得满嘴辣酱，他拿起纸巾轻轻地替他擦嘴角。那一幕粉丝全体尖叫，这是偶像剧吧？谁在写剧本快出来？他甚至还在镜头前剥虾、倒水、切水果，一脸自然。而在一次深夜访谈中，他说出了那句至今仍在社交平台疯传的话：咩咩让我想变成更好的人。这句看似平淡的表白，却成了最深情的宣言。那一刻，人们才真正明白，鱼龙变了，因为爱。年龄差不是障碍，是甜蜜的差距。鱼龙比杨咩咩大11岁，这段年龄差恋爱一开始并不被外界看好。有人质疑他蹭热度，有人说他老牛吃嫩草，可他们始终不回应，不辩解。在一次访谈中，主持人打趣道：你们这是姐弟恋吧？咩咩，你不会觉得太累吗？杨咩咩一边笑一边说：你见过这么会照顾人的弟弟吗？鱼龙也轻轻一笑：年龄不是问题，重要的是我愿意为他年轻，也愿意陪他长大。一句话胜过千言万语。直播间里的吃播 CP， 当感情越来越稳固，他们干脆把恋爱日常搬上了直播间。早餐是豆浆油条，中餐是外卖拼盘，晚餐火锅烧烤，甚至深夜还一起吃泡面。他们的生活简单又真实，却比偶像剧更甜。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那场情人节直播，杨咩咩正在啃鸡翅，鱼龙突然出现，手捧一大束玫瑰，低声说道：咩咩，愿意一辈子陪我吃饭吗？那一瞬间，直播间弹幕直接炸裂，我愿意啊！谁来收我一地的玻璃心？爱情是陪伴中最深情的表达。这个时代，太多人把爱情当作快消品，可他们却用最缓慢的方式展示了最坚定的情感。不是每天说我爱你，而是每次都把包好的虾递到对方碗里。他会沉默，他会喧闹，他负责做饭，他负责捣乱。可这种不完美的组合反而让人感动不已。爱情最动人的模样，或许正是如此，不轰轰烈烈，但足够温暖。网友催婚大军出动。随着两人越来越公开地展示甜蜜，评论区已经变成了线上婚礼预演。什么时候结婚？咩咩真的嫁给了爱情？请你们原地举办婚礼，谢谢。甚至有人留言说，比电视剧还好看，因为它是真实发生的。你们的爱情让我重新相信感情。他们就像一道光，穿过屏幕，
温暖了成千上万个孤独的灵魂。我们相信他们会走得更远。虽然于龙与杨咩咩从未明确公开婚讯，但从他们每一次直播的眼神互动，每一个细节的照顾，观众都看得出来，这段感情早已不只是热恋期的甜蜜，而是走向了未来可期的坚定。粉丝们说，我们不需要他们说我们结婚了，我们早就知道他们已经在彼此生命中定下了永远。有趣的是，许多粉丝开始脑补他们的婚礼场景，婚礼请帖是手绘漫画风格的，他们的吃播老友们担任伴郎伴娘，而于龙一改往日的黑色装束，身穿白西装，在万众瞩目下紧紧牵着杨咩咩的手走过红毯。网友甚至为他们写下了婚礼誓言：我愿意每天给你包虾，愿意忍受你吃辣时的暴走，愿意陪你从直播间走到厨房，再走进我们未来的家。这份想象不是空穴来风，而是基于他们真实的日常。人们愿意相信他们会走到最后，是因为他们已经用无数个平凡日子证明了感情可以如此温柔、坚定、无声地盛开。他们让人们明白，婚姻不是终点，而是一段关系中自然延伸出的结果。真正走到婚姻的是那些在风雨中依然愿意并肩同行的人。梦幻爱情的现实版本。于龙与杨咩咩的爱情看似梦幻，却其实是最现实的模样。他们没有跌宕起伏的狗血剧情，没有刻意营造的浪漫桥段，有的只是生活中真实的细节积累。比如他为她剥虾，他为她点他最爱的外卖，比如他不善言辞，但在他累的时候会悄悄把热水袋塞进他怀里，比如他看起来总在调皮捣蛋，却从不让他一个人面对镜头的冷场。在这个快节奏、快感情、快分手的时代，他们像是逆流而上的一艘小船，慢慢划着，坚定前行。他们告诉我们，真正的爱情不是轰轰烈烈才叫真爱，而是在琐碎生活中还能彼此温柔的回应。他不完美，他也有毛病，但他们在彼此面前卸下了伪装，呈现了最真实的自我。他不用时刻保持形象，他也不用强装冷酷。他们一起吃饭，一起笑，一起直播，一起熬夜剪视频，这就是普通人最羡慕的理想爱情。于是人们在看他们的时候，不只是磕 CP， 而是在某个角落悄悄地把自己的愿望投射上去。如果可以，我也想遇见这样的人。这一份羡慕不是嫉妒，而是带着真诚祝福的投射。因为他们的故事证明了，现实里真爱也存在，而且比电视剧还美。感谢观看，欢迎订阅、点赞与评论。如果你也被这个故事感动了，那就点个赞吧，让更多人感受到爱的力量。收藏这份温柔，随时来重温甜蜜。转发给最好的朋友，让他们也笑着流泪。星号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星号，未来的每一幕，我们一起见证。评论区欢迎你告诉我们，你最喜欢他们哪一幕？你相信一见钟情吗？如果你是咩咩，你会怎么回应那束玫瑰？我们会在下一期视频中精选留言，读出你的名字。请记住，爱情不一定是命中注定，但它可能就在一次撒辣椒的意外中悄悄降临，然后慢慢发光。我们下期见，记得吃好，爱得更好。